天的主题也太残酷了吧！今天什么主题啊？不是有多残酷？我怎么会自己不知道主题？我知道主题啦，有多残酷也没有残酷啊，这就是现现实实、真真实实。常常家里会不会有一块舍不得喝，我想要当传家宝，就是说从爷爷啊传给爸爸，爸爸再传给你的普洱茶。它是有可能变成，它有可能真的是宝了。对，但是也有可能它在存放中发生了一些状况。所以常常网络上都说普洱茶哇越陈越香，越陈越香，越陈越香，是越陈越香没错。但是你储存的怎么样？对，最重要是放错的地方。我的天哪！越陈就越霉，不是草莓的霉哦，是发霉的霉。那喝下去，乌鸦飞过。对，然后喝下去又变倒霉的霉。乌鸦在飞过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静。大家好，我是泰。这一集我们不只要教大家怎么样存茶，然后分享一个惊人的故事啦。一块5个不同的朋友买一样的茶，在差不多的时间，然后带回到不同的地点，然后在不同的储存环境下，那3年以后味道完全不一样。Let's go。有霉味的茶还能够喝吗？你觉得呢？当然是不能啊。对啊，不是草莓的霉哦，有明显的霉味绝对不要喝啦。那是代表呢，这个茶品已经受到黄曲毒素啊，或者是霉菌的污染，甚至有的茶品打开来，上面会有白白的这样一层。它这个对健康会有很大的风险，尤其是对身体里面的肝跟肾。所以我们跟朋友都说，你真的碰到有霉味的茶真的就不要，真的很危险。那为什么会有霉味呢？这因为是没有存放好。但是存放好的普洱茶呢，应该会转到什么样的味道呢？它的存放的陈味，陈味不是那种臭扑鼻哦。是陈旧的意思，陈旧的味觉，味呢是闻到那个味道是应该是什么呢？它闻起来是很温润的，它说有的会转到带有木质调的香气，那有的再老一点或许会有中药，对，中药香也有。你说枣啊？枣香也有，枣香、中药香、木质调香都有，要看产地跟产区。枣是红枣，红枣，对，老红枣的味道。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味道，刺鼻的霉味不是，霉味一定是我们都知道嘛，好的东西闻起来是身体舒服，而不是刺激的。刺激的霉味或有些闻起来有点尘土味。尘土味也是存放的环境关系。这些呢，闻到这个味道你就也不用送人了，你就直接丢掉。妈妈那个发霉的给我丢掉。我真的很担心他喝下去，怕浪费钱，你知道吗？妈妈有听到好，所以呢，刚刚也提到了，造成这些东西的元凶是什么？就是一个错误的存放环境。那如何呢？如何要把普洱茶存放好呢？我们告诉大家，第一个避光。对，这就要讲一个很可怕的例子。好，请说。有一天我去到我大姨家，是，然后我上去顶楼，大太阳的地方要去洗衣服晒衣服，是，结果就发现他居然把普洱茶饼放在洗衣机上面晒太阳，然后我就马上冲下去。光遇普洱，他会把普洱茶晒黑吗？我就赶快冲下去跟我大姨讲说，是为什么要这样晒？好像这样不太好哦。当然不好啊。他就说，因为他稍微放在了比较潮湿的地方，他想说晒一下太阳会比较好。这个不行。他说我放在我家比较潮湿啦，那 SIK 晒一下太阳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因为什么呢？紫外线会破坏茶叶的养分，然后再来是茶叶一晒碰到，尤其普洱茶这种高香型的普洱生长，你一晒下去完蛋，它那个香气就会完全就没了。冲茶的时候冲出来的茶的滋味也会变淡，然后整个会像呆死掉那样子。像有些客人买了茶，对不对？有些人骑车，有些人开车，我们会问说，你等一下，你是开车还是骑车？你的车是停在太阳晒过的路边，还是你机车是停在？当然有些机车是会停在阴凉的地方，因为机车有时候你那个椅垫，有些人会放在里面，太热，你一放下去就完蛋了。那有些人开车，但停在路边，太阳一晒过，一进去就好烫，他也不知道他买了茶就直接丢进去。那个高热高温其实跟太阳也是一样的，那个高温下去，整个茶就会马上，尤其好的茶会马上变质，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所以绝对要避光，避光就是避光线之外的还有温度，它这样子会破坏茶叶的原来的味道，所以绝对不行。第二点，存放要控温控湿，就是打造一个茶的舒适圈啦，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。我们先讲温度好了，我们温度大概抓室温18到28度左右，这是给茶很舒服的状况。再来就是相对湿度控温之外还要控湿嘛，相对湿度简称叫 RH 这个英文字叫做 relative humidity， 就相对湿度。那我们抓大概是50%到70%，
我们现在是目前以台湾为主，我们就提供这个资料是给我们台湾朋友们。那太干了会怎么样呢？转化停滞。普洱茶需要后发酵后转化，太干转化停滞就像睡着了一样，它呆滞。那时候有人把茶带到杭州去，是我们的小伙伴，然后呆滞，茶都没有问题。是错了，没错。那太湿呢？那你准备收成蘑菇茶，因为有霉味嘛，就会有发霉、霉变、霉味产生。那提供一个实用的小工具，大家到五金行或者是买个电子的温湿度计，就放着这样看一下就好。我们店里面也会放温湿度计。第3点，隔绝异味，茶会吸附所有的味道，所以我们说茶像空气清净机，真的是会吸附所有的味道。现在存放之后要远离什么？远离厨房啦，远离化妆品啦，阿嬷的衣橱也不要放，因为阿嬷衣橱里面有很多旧的衣服嘛。为什么只有阿嬷阿公嘞？因为有些阿嬷的衣橱会用很好的樟木啊，因为有些好的木头的衣橱，它是会散发防虫的这个那你茶放下去，你就变樟脑普洱。第4点，适度通风。纯茶一定也要让茶通风，因为茶需要呼吸，通风才能让它很顺利的后转化。对，那不是完全密封哦，它需要干净的空气做交换。所以你比如我们存在不会呼吸的茶汤或马口铁桶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打开。所以呢，对，让它稍微透气一下，当然也要慎选时间点，你不要梅雨季节打开，对不对？你要让它比如说很干燥的天气，然后再是你存放的环境也没有太阳的状况下，你不要让它一打开就太阳直射，那不可能嘛。纯茶都是在阴暗的房间会比较好。纯茶呢要适度封风，我们可以用纸箱、用紫砂罐、陶罐或者马口铁桶存放，像我自己就是用马口铁桶存放不要用塑胶袋完全封死，封死它就没有办法呼吸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讲那个真实的故事，真实且惊人的故事。是啊，这跟有关存放也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点，有住在5个地区不同的朋友，还有包含外国朋友，跟我们买同样年份，正好是新茶，我记得某一个年份的新茶，然后他们就带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或台湾不同的地方。我有阳明山的朋友，我有住在高雄，那高雄我还寄给他，还有一个澳洲墨尔本的华人，当然台北的朋友也有，再来是台中的朋友也有，他放在不同的地方。台北阳明山的朋友很有趣，他放在除湿机不常开的房间，他的茶汤色就变很深，然后呢带一点闷杂味。硫磺味是另外一个朋友。那高雄的朋友呢，他是放在一个书架上，我跟他说你要把它放好，那他不知道，因为太阳其实它不是永远照这个地方，它会春夏秋冬不同的角度。他放在书架那时候没有太阳，但是他不知道有西晒，一晒完蛋，拜拜。对，都没有茶香了，口感就很干涩。澳洲墨尔本的朋友，他还是用那个 IG 跟我联系，他放在书柜里面，但是呢，他说怎么没有转化？为什么？因为澳洲墨尔本非常干燥，它是整个转化停止，茶品跟新鲜放3年的跟放1年的差不多，都不太会转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朋友，他放在台北的，他就把它饼打开了，他放在一个买的茶仓里面，但是3年因为是纯料茶嘛，转出很好的、很润的这个蜜香，然后汤感也很滑顺，是表现全部喝到里面是最好的，感觉是最好的。所以纯茶的环境是非常讲了3次非常，应该讲10次，非常重要。买了一片好茶，你买了一片这么好的好茶，你存放更要好好的对待它，要慎选存放环境。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，特别呼吁，即使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，假设台北市好，居住环境的不同，我们也要调整我们存放茶的仓储。假设像刚刚提到阳明山嘛，比如说有些人比较靠近潮湿的地方，比如说住在信义区，比较靠近山边或者是象山那边，对，比较潮湿，你要怎么办？怎么仓储？是不是要调整？那当然市区一方面是 OK， 那如果你是住一个地下室之类的，对地下室，那要怎么办？这个东西都要依照不同环境去做调整，比如有没有西晒，太阳会不会直射到我存放的地方？这些买到茶的朋友们都要先去思考我要怎么放，尤其是量稍微多一些的时候，1-2片其实是无所谓，当然不是说无所谓啊，1-2片自己把它收好，2-3层把它保护好就好。当然也要避免刚刚我们提到那4点，但是量稍微多一点的时候，仓储这个部分就要稍微要注意一下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传家宝的普洱茶，大家讲传家宝的普洱茶可以喝吗？存放正确的是宝，存放错误的是潮，存放错误的不是潮，搞不好是美，甚至对健康有害。所以我们在收藏普洱茶呢，先要打造一个正确的存放环境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有用，就帮我们按个赞、分享，记得一定要订阅，然后呢分享给爱喝茶的朋友。
然后记得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，大家都在买什么茶，存错也没有关系啦，对啊，自己存错了再来找我们买好茶就好了，再继续放。对，也可以分享一下遇过怎么样悲惨的存盘。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啦，拜拜。